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大家有冇聽過大自然缺失症啊？或者有冇聽過森林療愈呢一樣嘢呢？我之前咧就上完一個森林療愈嘅課程喎，上完之後咧覺得個人真係平和咗好多，對於身心壓力啊、慢性痛症啊同埋情緒嘅改善咧都好有幫助嘅喎。咁呢集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咩係大自然缺失症同埋咩係森林療愈啦。喺影片開始之前，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頻道，一齊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早上2個月咧，我去完慈山寺咧，上完呢個叫山林療愈嘅嚮導同埋陪伴員課程喎。大家不嬲都知道㗎啦，只要咧望下啲綠色植物，或者行下山，吸收新鮮空氣咧，都會對個人咧身心都會好啲。原來有好多科學實證咧，對於呢一個大自然嘅接近嘅話咧，係會對身體有好多好處嘅噃。喺呢個課程入邊咧，就有一啲好資深嘅社工啦，亦都有一啲即係香港大學生物學啊博士後嘅院士咧嘅一啲講解。講咗點解香港係一個咁好嘅地方去進行森林療愈，同埋我哋真係有好多物種咧，係我哋只要去碰去捉咧就可以欣賞到嘅一啲生物嚟嘅。所以大家咧可以留意下，究竟身邊咧有啲咩對自己係好嘅噃。首先就嚟講下呢一個叫 Nature Deficit Disorder 先，就叫大自然缺失症啦。佢嘅提倡咧，首先係就由呢一位作者叫 Richard Louv 嘅即係哲學家加科學家啦去提倡嘅。佢出咗一本書咧叫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中文翻譯咧就係失去山林的孩子喎。佢有英文同埋中文翻譯嘅，大家可以咧去留意下呢一本書入邊講啲乜。首先咧就係一個定義先，咩叫大自然缺失？就係廣義嘅層面，就係如果你係超過93% 喺室內，即係你一日入邊咧，就我諗扣除咗瞓覺嘅時間之後咧，超過93% 嘅時間喺室內，咁即係咩咧？大概我哋係講緊1.1個鐘頭咧係喺室外啦，即係每一日入邊你係1個鐘頭鬆啲喺室外，如果都冇的話咧，有機會有呢個問題咯。喺中國嘅研究上面指引咧，就每星期咧要有7個鐘頭以上喺室外嘅，都係差唔多啦，都係計1個鐘頭鬆少少，每日都要有啲時間係喺大自然上面去喐下嘅。如果唔夠嘅話咧，就會有啲咩症狀啊？包括就係專注力不足、容易煩躁、環境適應力差、對自然唔友好同埋缺乏好奇心呢一個對自然唔友好呢一樣嘢咧，就我覺得比較得意啲啊！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我諗係你話一見到嗰啲昆蟲，你又覺得心生厭惡係啊！你一見到咧啲蝴蝶，人哋係覺得望到蝴蝶好靚嘅，但係你覺得哎呀好煩啊咁樣樣。即係先唔講我哋真係不嬲都唔中意蚊先啦，或者甚至乎係落雨天，你見到蜻蜓，你見到好多好得人驚啊，都會唔舒服。呢啲咧就叫對大自然唔友好啦。至於專注力不足咧，其實係喺小朋友上面，我哋成日都聽得多，但係大人咧都係嘅喎。即係你做緊一樣嘢工作嘅時候咧，一段時間你就突然間你就分神去咗諗其他嘢啦。呢個就係專注力不足咯。如果專注力不足，咁當然個 productivity 生產力亦都會降低啦。亦都會覺得自己可能做某一啲嘢咧唔成功唔好嘅話，你個身體咧心靈就自然會覺得煩躁啦。呢一個咧都係一堆症狀咧，可以睇下自己有冇。再去到有一啲咧，我哋叫做特別症狀啦。首先第一個咧叫 directed attention fatigue， 就係中文我哋翻譯咧叫注意力疲勞啊。係咩嚟咧？就係平常我哋工作咧已經需要咧高度嘅集中噶啦。如果我哋集中到一個點咧，好實硬斑斑個頭腦都硬晒嘅話咧，咁你就只有個視覺同埋個精神係集中咗一點啊。
咁我當然咁嘅情況已經會好攰冇力啦，係啊，做得多某一樣嘢，好似我隻手不斷去舉啞鈴一段時間，你會覺得好實好硬一樣。咁就係你會硬斑斑，好攰好疲勞啦。咁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就係咩咧？需要開放翻我哋五感：眼、耳、口、鼻、觸感呢幾樣嘢，我哋都要打開翻咧。有翻一個 open awareness，你個人先至可以放鬆，先至有減低到呢個注意力疲勞嘅問題。咁仲有一樣咧，我哋叫 place blindness 啊，環境盲啊。咁係咩咧？就係你對周邊嘅事物咧，失去咗覺察，咁你就盲啦。用呢個字去形容，咁咧失去到同呢個土地嘅連結啦。咁啊，舉個例就係你有冇留意你自己屋企附近嗰啲花草樹木咧，可能唔好話每日升高咗幾多啦，會唔會係一個月咧，佢係長出咗幾多寸幾多 cm， 自己都冇留意咧？原來嗰棵樹開咗花喎，你都冇留意到咧，係啊。咁呢一個咧都係對周邊嘅事物咧失去連結喎。好，第三咧就係 species loneliness 啦，就係物種孤立。咁原本咧，我哋人類咧就係天地萬物嘅一份子啊，但係咧，由於頭先過往種種嘅一啲嘢，你冇留意，冇睇下啲花草樹木，冇望下啲昆蟲蝴蝶咧，你就開始咧缺少接觸啦。對所有嘅生命嘅生滅啊變化咧，都冇任何嘅覺察，亦都對呢啲咧係漠不關心。咁你就會覺得自己係好孤獨。唔好講話自己個人好孤獨，就係你個人咧。呢個物種咧都係喺呢個世界上面係冇關係嘅，冇任何連結嘅。呢個我哋叫做咧成為一種咧物種孤立嘅一種寂寞嘅感覺。咁呢個寂寞嘅感覺咧，失去連結咧，亦都會感覺到一種好孤單、好抑鬱嘅症狀。咁大自然缺乏症啦，咁啊既然有咁多種唔同嘅一啲症狀啦，咁啊再講下大少少嘅一啲病徵或者一啲情緒嘅問題啊。咁大家都知道咧，抑鬱病呢一樣嘢其實已經係影響全世界唔同國家嘅一啲人。咁啊，原來咧俾啲數字大家聽下先，全球嘅抑鬱症嘅患者已經達到咧3億2200萬人，已經佔咗咧全球人口嘅4.4%。係去到2020年嘅話咧，抑鬱症咧可能係成為呢個心臟病以外咧第二大嘅殘疾類別。咁啊，大家不嬲都係聽咧心臟病好恐怖啦嚇。咁啊，但係原來咧抑鬱呢一樣嘢咧都可以令到一個人係好殘疾。咁仲有咧，佢係一種咧能夠威脅患者生命嘅疾病喎。咁大家都知道，好唔開心嘅話就會即係自尋短見啊，生無可戀。佢導致嘅死亡率係高達咧15%到30%，即係30%，會唔會10個人有3個人咧就係佢嘅死亡啊？真係抑鬱症係會導致呢一個直接嘅死亡。去翻本地啦，亞洲甚至乎我哋香港啦，咁啊有一啲快樂指數啦，大家不嬲都聽香港都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喺計歲數嚟講好得意喎，70歲、60歲、50歲，大家估下70歲嘅人唔開心多啲啊，定係20歲嘅人唔開心多啲啊？冇錯啦，答案就係咧，越後生就反映佢個快樂指數越低。20歲、30歲嘅人咧，佢哋唔開心嘅情況咧，會比起咧年長嘅人咧係越高。咁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唔係好健康嘅。既然有咁多嘅情緒問題、專注力問題、抑鬱問題，咁我哋有冇一啲隨手可得、免費又可以好簡單提起自己幸福感、開心度嘅一啲方法呢？冇錯，今日嘅主題關於山林療癒就係一種方法啦。山林療癒咧，其實係有幾個steps 同埋一啲 factors 咧所組成嘅。第一就係透過咧回到當下，打開感官，然後咧就協助我哋咧放慢腳步咧與山林連結嘅。第二咧就係佢呢一個唔係一個體力嘅鍛鍊同埋遠足嚟嘅。有好多人擔心係咪真係要我去行山啊？咁啊，好多人都係唔中意咧做運動太辛苦喎。咁啊，放心，山林療癒咧唔需要體力㗎。
正如我哋每日都係要行路一樣，只不過都係行下，然後加多少少五感嘅體驗咧，回到 here and now， 即係翻我哋呢個此處此時此刻，而唔係去揾一個目的地。第三，透過足夠嘅覺察、留意同埋正念咧，從一個不斷變化嘅山林環境入邊咧，得到一個療癒嘅感覺嘅。咁當然就係透過呢個接觸大自然咧，就促進自己身心嘅健康同埋身體嘅放鬆嘅。另外咧，我哋好中意講話放下啦，咁啊放下一啲嘢，放下掛礙咧，就重拾自在啦。我哋喺呢一個山林療癒入邊咧，我哋嘅山林療癒嘅陪伴員啦，山林療癒師咧，佢哋做嘅嘢咧，唔係直接去干預你，佢只係一個陪伴員，佢係一個 being， 同你同在啦，陪伴咧，見證接納。真正嘅治療師係所有嘅花草樹木，所有嘅蝴蝶所有嘅空氣，所有嘅一啲物質，大自然嘅嘢就係我哋最好嘅治療師。所以陪伴員只係同你同在，令到你一齊經歷呢一個愉快嘅旅程嘅啫。至於呢一個山林療癒，其實有冇科學嘅研究或者有冇實際嘅 support 㗎？絕對有啊！喺台灣上面咧都做咗好多研究嘅。咁我哋咧概括咧將一啲大自然揾到嘅物質咧，稱之為咧山林四寶。呢四種嘅物質咧，包括就係氧氣啦。咁大家都知人係需要氧氣先至可以維持生命啦。另外咧，我哋會有好多芬多精。芬多精咧就係喺啲植物入邊嘅一啲物質。增加咧呢個 NK 細胞嘅活性咧，減低疲勞嘅。第三就係叫做母牛分支桿菌，佢呢啲咧會喺泥土入邊先揾到嘅一啲菌嘅物質嚟嘅，可以令到人感到樂觀啦，有活力嘅。當然仲有負離子啦，咁可以鎮靜呢個自律神經嘅。咁大家都有聽過，之前我講過自律神經嘅失調嘅，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咧上一個片係關於 Lady Gaga 嘅問題。咁因此咧，山林療癒咧有好多嘅好處啦，包括咧改善睡眠品質啦，每晚平均嘅睡眠咧時間可以增加咗15%嘅喎。改善咧慢性壓力啦，引發嘅疾病包括焦慮、抑鬱同埋失眠，亦都有助咧消除噪音，減低城市因為燈光同埋色彩帶嚟嘅一啲干擾嘅。調整心情、提升專注力同埋減少壓力。喺山林入邊咧，深呼吸咧有助降低心率、舒緩血壓同埋放鬆肌肉嘅。喺2017年啦，呢個咧係喺 PubMed Central 咧刊登咗嘅一篇報告啊，不得之了啦。Nature Contact and Human Health 竟然可以揾到咩啊？揾到20個親大自然嘅功效啊！一齊咧歸納咗出嚟咧，有好多嘅好處喎，有20個好處。咁頭先我講嗰6點咧，已經係一啲例子啦。咁對於身心壓力啊，對於疲勞啊，都有好多幫助。咁大家可以咧睇下呢一個 research 入邊咧，好多佢係總括咗過往20年咧咁多個研究報告咧講出嚟嘅一啲功效嘅。咁親大自然上邊咧，我哋有好多接觸嘅方法啦，包括最簡單咧就係喺一個公園入邊，咁坐定定，乜都唔好做，做下深呼吸，望下啲綠色嘅草地。咁更加唔需要講到話係咪一定要去海洋公園啊？係咪要去動植物公園啊？咁呢啲係更加好啦。咁甚至乎好簡單咧，就係如果你平時係好少親近啲小動物嘅，咁你去一啲寵物公園嗰度咧，望下人哋同啲狗仔玩下，或者如果你有啲朋友係有養狗，你去掂下佢哋啊，都絕對係一啲親大自然、接觸下佢哋嘅一啲好方法嚟嘅。咁呢一度咧，亦都係可以俾翻一個例子，可以望一望下啦。種植喺自己屋企上面咧，買幾棵盆栽，種植植物，每日咧淋下水，望下佢哋，摸下啲樹葉，除下草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方法嚟嘅。
過往咧森林浴咧其實係一個歷史上面咧就係有咁嘅發展啦。就喺1982年嘅時候咧，由日本嘅林業廳咧創立啊，叫 Shinrin-yoku 係叫做森林浴嘅。咁去到2012年咧，美國自然及森林治療嚮導嘅計劃協會咧就將呢一樣嘢咧就納入叫做森林療癒啦。咁啊，跟住去到之後演變咧，喺香港慈山寺咧都有呢個山林療癒靜心體驗嘅一個服務啦。當然啦，大家通常咧去旅行嘅時候咧，先至覺得原來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森林啊，係咪喺森林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森林浴嘅咧？咁啊，俾大家望下，原來香港咧嘅環境其實都可以屬於一個大自然療癒嘅一個好地方。咁而香港係比起好多世界各地嘅地方咧，都來之係幸福嘅，因為竟然一個咁細嘅地方，你即係揸車或者搭車咧，1個鐘頭內嘅嘢，你可以體驗到咁多唔同嘅物種同埋生物嘅多樣性嘅喎。首先咧，香港嘅獨有嘅優勢就係佢係屬於咧熱帶氣候喺赤道同埋北回歸線之間，代表咩咧？代表佢可以歸納到好多唔同嘅物種啊，尤其是係有一啲所謂候鳥，有啲鳥經過咧喺香港咧棲息一陣間係避暑啊，補充食物，跟住佢又會去第二度。咁佢呢一個形成咧，香港係有一啲好特別嘅短期先至見到嘅動物或者植物嘅。70%嘅地方咧屬於係鄉郊喎，真係唔係全部都係平地嚟嘅喎。咁啊，其中43%咧係屬於受保護用地，係有一啲郊野條例係保護咗，唔可以亂咁開發嘅。咁而昆蟲咧都竟然有成1萬種嘅唔同嘅昆蟲啊！咁啊，俾少少知識大家啦。咁啊，香港咧呢個地方，我哋雖然咧係叫做即係100年嘅歷史啦。咁啊，原來咧一個山頭啊，如果佢係劈晒所有樹木啊，走晒，而佢本身仲有好嘅土壤喺度嘅話咧，佢就係用10年嘅時間咧，就會變翻一啲好嘅草地啦。用40年嘅時間咧，就會起咗一啲 bush， 一啲矮嘅灌木叢。再過多一陣咧，佢就會變成一個所謂叫次森林㗎，次生森林。咁啊，香港尤其是咧係大埔滘咧係一個好嘅地方，俾大家咧係可以去行山啦，同埋親近大自然。好多嘅科研啦都講話啦，森林浴有浸泡係好有好處。喺香港，我哋喺呢個生活嘅環境咁急促、咁繁忙。咁頭先講話一個簡單嘅例子就係，如果你每日唔夠1個鐘頭，咁你有機會有呢一個大自然缺失症喎。咁我哋如果咁繁忙，最少1個星期，我要接觸幾多大自然咧，先對個身體有功效咧？冇錯，答案係好簡單，1個星期2個鐘嘅啫，1個星期2個鐘嘅啫，咁就已經有好多嘅功效㗎啦噃。咁呢一個研究咧係講緊英國喺2016-17去到2017-18嘅時候咧，揾咗2萬個英國人咧做嘅研究嚟㗎。咁啊，冇錯，原來佢哋咧要令到身心有療癒、有作用、有功效咧，就係大概2個鐘頭嘅時間。然後咧，如果佢哋個時數係上到200到300分鐘嘅話咧，咁其實咧佢嗰個好處係一路咁上升。咁但係過咗300個鐘頭之後咧，就尤其是去到5個鐘頭以上咧，就未必有再 further 嘅 benefit。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多啊。係啊，2個鐘頭鬆啲，我哋有 minimal 嘅 dosage 係香港人嚟講最有效咧。1個星期2個鐘，非常好。俾多一個小知識大家嚇，喺香港就冇呢一樣嘢，但係原來咧世界各地有好多國家嘅醫生已經係會處方森林療癒。咩叫處方森林療癒啊？就係我哋通常病咗睇醫生，你就會開藥、打針、做手術，係咪？原來咧美國2013年啦、蘇格蘭啊、加拿大喺2020年啦，都已經醫生係會處方呢個森林療癒 forest therapy 俾佢，覺得咧係診斷咗有呢一個
抑鬱啊，或者係一啲身心病嘅朋友咧，叫佢哋去跟翻森林療癒師喺度咧去做一啲nature exposure 嘅一啲練習咧，令到佢哋個身心可以得到平衡。咁啊，好多國際其他地方咧都係開始咧好多嘅研究同埋去提倡呢一個森林療癒噶啦，包括咧台灣啦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咁啊，有一啲我哋叫台灣咧有個森林嘅保健學會啦。咁啊，上一次我去台灣咧去參加活動嘅時候咧，亦都去望下原來佢哋同香港一樣咧，係有唔同嘅樹木，佢哋都會係掛咗個牌俾佢，甚至乎旁邊有一個 QR code，咁大家可以嘟落去，可以認識多一啲呢一啲樹木係啲咩嚟嘅。咁喺地下上面咧，佢哋甚至乎喺公園嘅一啲階磚上面，亦都會黐咗咧原來呢一隻咧係叫裸頭鳥，呢隻係咩黃斑雀咁樣，好得意嘅。咁鼓勵大家咧多啲望下大自然。咁講到大家都躍躍欲試啦，係咪？好想行下喐下啦。咁俾幾個郊遊嘅點咧，俾大家去建議一下。咁屬於係好新手級、好輕鬆，或者係隨時可以escape，即係你好辛苦啦，行到咁你即刻可以去翻城市嘅一啲好好嘅點啊。包括咧就大埔滘自然教育徑啦，同埋有4條嘅林徑啊，佢有藍路、啡路、黃路或者大埔公路，係咁唔同嘅點，唔同嘅顏色就代表佢唔同嘅長度啦。咁大埔滘咧係根據上次我喺香港大學咧生物學系嘅教授佢講咧，係喺香港入邊咧屬於最成熟嘅次生森林。喺上邊咧係睇到好多好靚嘅土地同埋唔同嘅雀鳥，咁所以你成日都會見到有一啲攝影愛好者咧係會攞住佢哋嘅大炮咧去影啲雀仔啦，或者係蝴蝶㗎。咁亦都我會今次放埋呢條連結俾大家啦，咁大家可以望下咧，原來係行山係行呢一個大埔滘係好輕鬆好舒服嘅。咁我自己係住喺大埔啦，因此咧係好多地方都可以俾我去掂到呢一啲大自然嘅。咁尤其是原來吐露港花園啊，就咁驟眼望啫，我一路跑大概係來回就係都10零 K 嘅一個路程啦。咁亦都係種咗好多嘅樹木喺上面。咁喺1.5到2米有一棵，1.5米到一棵咧，要見到好多好唔同嘅樹啦。咁上面亦都有啲 QR code 啦，大家可以掃咧，又可以了解多啲，又可以帶狗仔，有個寵物嘅花園喺嗰度嘅。嗰日咧，我係跑緊步嘅時候，差唔多去到黃昏啦，好正啊！呢啲樹木咧，尤其是啲大榕樹，佢個樹頂嗰度咧係好多嘅好實淨嘅樹枝。黃昏嘅時候咧，就好多鳥咧可以休息嘅，亦都有好多果實咧作為佢哋嘅食糧啊！咁好開心嘅一個環境嚟嘅。咁知道咗咁多呢一啲森林嘅或者係植物嘅好處之後，咁我自己都喺自己 clinic 咧都專登再種咗一個新嘅樹木咧，俾自己可以望下療癒下嘅。尤其是喺香港地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身處室內，咁甚至乎連窗口都冇。咁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可以有療癒嘅感覺咧？多種植物絕對係好處啦。咁我呢一棵咧叫日本心樹。咁我幫佢改咗簡單嘅名叫做本心。咁每一日翻到去嘅時候，我望下佢，然後亦都係吸收下一啲陽光同埋咩山林四寶，令到大家可以健康啲嘅。好，今集咧講呢個森林療癒咧都講到好開心啊！大家應該都躍躍欲試啊！咁可以留意翻咧，今次我會有啲連結俾大家，大家可以望下啲山林徑啊，或者都係嗰句，唔中意行山嘅，好簡單，去下啲海濱啊，去望下啲樹木啊，每日坐翻喺公園嗰度一陣間，等自己放空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療癒嚟嘅。我遲啲都會搞一啲森林療癒嘅班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享受下呢一個大自然對大家嘅好處。香港亦都有其他嘅組織咧係搞緊森林療癒，包括叫做香港森林浴，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下，令到自己咧身心放鬆、平衡、健康嘅。今集講到咁多先啦，下集再見。